爹，今天幸亏琪儿出现，家族才保住了10座商铺。琪儿，当年外公对不起你，我给你道歉了。报应。琪儿，当年的事情不能怪你外公，是母亲不对，你外公也是一时气愤。如果他真的想杀你，怎么可能让你活这么大？真实目的是希望让你们在义重天安安心心的过一辈子，不要牵连到阮家恩怨，才会这么做。素素，父亲对不起你们一家，琪儿怪我也是应该的，别怪孩子。你是不是去过亡灵谷？父亲，琪儿说的是真的，你去了亡灵谷。哎，听说亡灵谷之中生长一株亡灵花，谁能得到，不仅可以永生不死，甚至可以突破5神桎梏，进入新的境界。只是传说而已，谁也没见过，进去的人都死了。父亲不会也是被亡灵花吸引去的吧？亡灵花只是传说，我自然不会以身犯险。这件事情本不打算告诉你们，既然被琪儿看出来，我也不再隐瞒了。不是染指亡灵花，那你想要去采亡灵谷周边生长的血月果？要是我没猜错，你是不是受过伤，才无奈之下去采摘血月果？琪儿，你怎么知道？不是受伤，那就是疯子。没有人愿意去亡灵谷冒险，而且是受了内伤，因为血月果是治疗内伤极佳的药物。不可能，父亲这几十年从未跟人交过手，怎么会受伤？谁说受伤一定要跟人交手？难道修炼的时候就不会受伤吗？琪儿说的没错，我修炼出现岔子，导致心脉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有生命危险。没那么简单，修炼出现问题，不会出现心脉跟脾肺一起受损。你修炼的时候，是不是密室里面点燃了其他东西？去龙香。永山，永山，你好狠的心！没想到100年前你就开始谋划这个家主之位了。琪儿，有没有办法救救你外公？容易，但也不容易。小子，你说什么？你能救活我父亲？琪儿，只要你能救活你外公，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你让舅舅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你的命做什么，又卖不了几个银子。琪儿，你真的有办法救你外公？亡灵之气不是问题，但是修复心脉，让内伤痊愈，必须要找到血月果。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有，不过需要3、5年才能恢复。阮家能坚持3、5年时间吗？亡灵谷距离此地来回应该3日够了。我打算去一趟亡灵谷摘取血月果，这样用不了3、5年，1天就可以全部恢复。不行，除了这个，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实在不行，我们派家族死士进去。阮清月，我也不废话，一共7条灵脉，7场比赛，7局4胜制，谁赢了4场，7条灵脉自然归属赢方。你可有意见？我可以答应这个条件。我们阮家如果赢了，你们抢走的5座商铺也要归还回来。好，一言为定。阮清盟，你这是什么意思？这7人除了1人之外，其他6人并非阮家人。笑话，昨天你们不也是用外人打败了阮玉吗？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放屁！他们昨天顺利加入我们阮家，现在是阮家弟子，当然有资格参战。如果你们不敢赌了，剩余6条灵脉尽数交出来，你们违规。今天比斗我们不会参加，当初我们可是签了协议，谁违背协议等于放弃。既然你们阮家不敢比斗，那灵脉我们自会收取，谁敢不放，那就面对我们的怒火吧。比赛继续，事已至此，还能如何？阮明，你这个败类，阮家哪里对你不好，居然想着背叛家族，
真是我们阮家的耻辱。废话少说，阮家落在你们这些人手里，迟早都会衰败。我劝你还是乖乖的认输，我会让家主收留你们这些可怜虫。没有武神坐镇，阮家落魄那是迟早的事情。哼，阮家传承千年，岂能这样容易衰败？只有你们这些井底之蛙才小看家族。阮明，如果那就这点本事，接下来就准备受死吧。不好，增力丹！你们耍赖！打斗的时候服用丹药，比斗协议里面可没有说不准服用丹药这一项吧？有本事你们也可以服用。气死我了，让我上去收拾他。仗着一身蛮力而已，以为你上来就可以击败我吗？这一场阮家没有机会。其二，你对战斗怎么看？死的不要太难看就可以了。此话怎讲？你见过一群白痴斗得过一群狡猾的狐狸吗？小子，你骂谁是白痴？说你们是白痴，都给你们留点颜面，换成我全部逐出家族，留你们在家族，除了吃喝浪费家族的资源，你们能做什么？小杂种，你骂谁是白痴？只有白痴的人才会质疑别人为什么骂他是白痴。换成我，一定躲起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我的人生是什么？混吃等死不是白痴，那你们告诉我什么才是白痴？众位，琪儿只是一时胡说，大家不要介意。母亲一味的纵容只会害了他们，想要壮大阮家，靠他们这副德行，再给他们1000年也超越不了现在的阮家。林奇，今天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纵然你是家主的外孙，今天也休想活着离开这里。既然你们要说法，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让你们彻彻底底的认识到，白痴都知道护犊子，而你们就是一群废物。琪儿，不要闹了。母亲，如果你不想阮家继续这样浑浑噩噩的下去，就让我说出来。林奇，你快说，要是说不出来，休怪我们不客气。第一，谁让你们签订了这个协议？他们不过叛家而已，为何要听他们摆布？你们难道就没有主见？第二，纵然签了协议，难道你们就不能有点要求吗？只有白痴，没有思维，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要脑子干什么？第三，既然他们是叛家，在背叛家族的那一刻，为何不痛下杀手，任由他们离开，任其生长，让其羽翼丰满？还不承认你们是白痴？是你们亲手让阮永山跟焚月谷联合，既然背叛，就要斩尽杀绝，不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现在的阮家，你们还认为这样被动吗？你说的是没错，都是阮家弟子，让我们下杀手，我们做不到。你说对了，你们的确做不到，所以他们比你们聪明。这就是我说的道理，对自己家人装作白痴，那是爱护；对敌人装白痴，那就是蠢材。你们恰恰反过来了，你把人家当家人，人家把你当蠢材，都已经叛离家族了，还跟他们牵扯家族之情，不是蠢材又什么？你们也别不服，如果他们真的有家族之情，也不会背叛。当他们选择背叛的那一刻，就斩断了一切。他们做得如此干脆，你们怎么做的？为何不干脆一些，全部杀掉？纵然不杀掉，软禁起来也行啊。林奇，谢谢你的提醒，我们都感情用事了，现在发现错误也不算晚。已经第2场了，我劝你们还是乖乖的交出灵脉吧。我上，于空，你上，加油！家族的希望全部落到你身上了。放心吧，我会尽全力，尽全力还不行，想要赢他，全力攻击他的下盘，你才有3成的胜算，不然1成都没有。
于空，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杀了他！这一战，你们赢，谢谢你。我接受了，琪儿，大家都看着你呢，出战吧！求人就要拿出诚意。死小子，快想办法！要是能化解阮家危机，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母亲，没见过这样的呀，把亲儿子往火坑里推。你也看到了，台上那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我要是上去，肯定被虐死。难道你就忍心儿子死在台上吗？小子，到底怎么样才肯替阮家出手？道歉。三叔，既然没人上台，我愿意上去。嫌活的命长了吗？林奇，我代表家族给你道歉。如果你能帮助阮家守住灵脉，我给你跪下都行，我可以出战。不过我有个条件，说吧，只要能答应，我都满足。前提先守住我们阮家的灵脉，给我娘换一座大一点的院子。作为代理家主，你们认为她现在住的地方合适吗？哈哈哈，阮家没人了吗？派名一品武圣上来送死。想杀我，你还差了点，嘴硬，看你怎么死。没事，琪儿总是做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我们静静地看下去。小子，我要你死！这是你第二遍说这句话。我要把你千刀万剐，行刑之命。这小子肯定没好事，不知道憋着什么坏。要是琪儿有什么事，你知道后果。你现在应该可怜焚月谷的蠢材，而不是替自己儿子担心，真是不知好歹。完美。好小子，不愧我阮家血脉，杀人饮血，这才是好少年。舅舅谁也不服，就服你。你们两个一起上来吧，最后2场我一人接下。琪儿不可。好，阮家就要这样的弟子，这才叫男人。你们一个个都是熊包，你已经比过1场，下一场应该由其他人替代。无耻，协议上似乎没说不准一个人连战好几场。上来吧，难道你不想替他报仇吗？小子，杀我焚月谷弟子，你死定了！我人就在这里，有种就上来，没种给老子闭嘴，滚一边去！懦夫！你也上来，如你所愿。母亲，你先坐下来听我说。不行，坚决不行。亡灵谷埋死尸，死人池堆千骨，这是七重天闻风丧胆的2个地方，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人。父亲、母亲、舅舅，我们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能不能听我把话先说完？什么话我们也不听，就是不行。母亲，知道您是为了我安全着想，但是我不去亡灵谷，阮家不出5天必定灭亡。琪儿，我知道你不是胡说八道的人，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今天虽然守住了灵脉，但是对潘家绝对是一个致命打击。他们现在就像是油锅里面的蚂蚱，必须要找到一个缺口，才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失去了灵脉，他们坚持不了多久，阮永山必定大举侵犯。至于什么协议，都是狗屁不通的玩意。在死亡面前，有几个遵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加上今天杀死焚月谷的弟子，事情已经恶化。如果我没猜错，快则3天，慢则5天，必定联合一起。
到时候就是阮家末日。外公不能恢复实力，谁能抵挡武神袭击？那你也不能去亡灵谷冒险。阮家有难，如果真的躲避不过去，那也是天意。母亲不希望我们母子刚团聚就天人相隔。母亲，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进入亡灵谷，没有人能活着出来。也许我就是个例外。你们也发现了，外公身体里面的亡灵之气被我吸了过来。您看我现在有事吗？要不是亡灵之气，我也不可能这么快突破到2品5圣。琪儿，这亡灵之气你身体里面怎么也有？你们不用大惊小怪，我有些奇遇。这些亡灵之气对我不但没有危险，反而大大有利。今天能突破，全靠他的帮忙。琪儿，你真的不骗母亲？我们一家好不容易团聚，我怎么舍得冒险？没有万全的把握，我也不会轻易涉险。时间紧急，我想连夜出发，争取3天之后赶回来。夫君，你陪琪儿前去，我跟哥哥立即开启族中最高会议，以免被焚月谷打得措手不及。父亲，你待在这里，千万不要进来。琪儿，你真的没事吗？放心吧，最快我1天之后出来。帝王级别的骸骨，这得死了多少年？连帝王都风化了，没有几万年做不到。难道传说是假的吗？远古时期的钟鼓楼居然出现在这里。以前听人说过，有种法术可以凝聚假象，亦真亦幻，既可以作为假象迷惑世人，又能演变成真实场景，杀人于无形。难道这是真的吗？血月果，血月果，血月果，我终于明白了血月果的来历。原来是伴随血月而生，跟亡灵谷没有任何的关系。没错，这的确是疗伤最佳圣药，不知道能不能无条件的提升一个境界。难道这世间真的有鬼域不成？这里难道鬼域跟人界交接的地方？那岂不是说亡灵花就生长在这里？亡灵花，死亡之处，幽罗，好东西啊！此地已不宜久留。畜生，你们都是畜生！让一个20几岁的孩子去亡灵谷，你们怎么就这么狠心？父亲，琪儿一定不会有事的。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可是我一个将死之人，怎么能让外孙为了我这条老命断送大好青春？父亲放心，琪儿一定会及时赶回来。你真的把老夫当傻瓜吗？从阮家到亡灵谷，最快一来一回也得3天时间。琪儿前天晚上离开，最快也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这期间还不包括采摘血月果的时间，所以我说你们糊涂。父亲有所不知，琪儿身上有一种神奇的法器，可以自由穿梭时空，甚至要比我撕裂空间还要快。估计到亡灵谷也不过小半天时间而已。还有这等法器？等琪儿回来问问就知道了。既然琪儿这样有信心，我们就应该相信他，争取拖到他回来为止。好，立即开启家族防御大阵，能抵挡武神1个时辰左右。琪儿能不能安全回来，就听天由命了。所有人听令，今晚关乎我们阮家生死存亡。阮家男儿不缺学行汉字，今天就让所有人见证一下，我们阮家没有懦夫，誓死捍卫家族。捍卫家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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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卫家族。阮家所有的人听着，如果你们不反抗，
同意我的条件，以后你们还是阮家弟子，你们也不想想，堂堂阮家没有武神坐镇，灭亡是迟早的事情，只有我才能带领阮家走向更辉煌。阮永山，你这个畜生，迟早都会遭报应，阮家宁可死，也不会让你这个畜生执掌阮家。你们这是以卵击石，以为阵法就能抵挡得住我们吗？难道你们愿意看到阮家血流成河吗？阮永山，你不必说了，阮家没有孬种，捍卫家族是我们的荣誉，你这个败类会有遭报应的一天。没错，捍卫家族。阮永山，来的路上我就跟你说了，对于他们就不要有仁慈之心，你念他们是血脉同胞，他们早已把你当成仇人，恨不能食其肉喝其血，杀光他们，阮家迟早都是你的。这就对了，他们对你不仁，你就要对他们不义。琪儿，时间快来不及了。琪儿，我知道有个入口，我们从那里进去。难道天真的要灭我阮家吗？外公，快服用下去，防御阵顶多支撑10几个呼吸时间。外公，你犹豫什么呢？我是在做梦吗？血月果，真的是血月果。素素，放心吧，琪儿带回来血月果。琪儿真的拿到了血月果？千真万确，我们一起回来的。琪儿，你要是不能回来，母亲也不活了。母亲，时间不多，必须要坚持1炷香的时间，才能让外公修复伤势。夫君，一会儿大战，你带着琪儿离开，一定要保存林家血脉。母亲，事情没那么可怕，你们给我抵挡10个呼吸时间，我去加固阵法。修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看你们能修复多久，让他们使劲修复，等到元力耗尽，进去再大肆屠戮。你们现在听我号令，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方法完善阵法。你们以为加固了阵法就可以难逃一死吗？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琪儿，我没事儿。琪儿，放弃吧，阮家不欠你的，不应该让你来送死。小子，你可要撑住啊！放心吧，我死不了。琪儿，娘求求你了，放弃吧。江兄，还烦你一起出手，早点破掉阵法，以免夜长梦多。好。小子，快坐起来！江兄，别再留手了。阮永行肯定得到了血月果，只要他恢复伤势，我们都得死在这里。阮永山，你敢伤害我孩子，我跟你拼了！臭婆娘，你以为可以拦得住我吗？阮永山，敢伤害我外孙，我扒了你的皮！是家主，家主出现了。家主，都给我起来！你们做得很好，阮家没有懦夫。今天我要用仇人的鲜血来祭奠阮家的亡灵。父亲，母亲，我没事了。琪儿，你终于醒过来了。昨晚结果如何？琪儿，这段日子你哪里也不要去，安心待在阮家。
大哥，那个小子离开阮家了，前往家族历练山脉。知道了，你们下去吧。有点意思，居然能拿到雪月果，难道他无视亡灵谷吗？小千，能不能控制这些猴子，让他们出去继续寻找这样的果子？大哥哥，这枚果子他们是在远处峡谷下方捡到的，他们似乎惧怕那个地方，应该有强大的妖兽在附近，导致猴子不敢靠近。千年灵果最起码也是8阶妖兽守护，这些猴子的确不可能靠近。先不管了，等我突破之后再前去看看。好东西呀！如果可以，我不介意达到9品5圣的时候吞服，一举达到5神级别。可惜这东西留的时间越久，精华消退，而且也是一个大麻烦。难道我的第8条灵根跟第9条灵根是阴阳灵根吗？自古以来，还从未听说有人掌握阴阳2条灵根，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大部分都是金木水火土之类的灵根，也不犯其他种类，也有阳灵根，也有阴灵根，阴阳供给还是第一次听说。阴根不长，如阳不生，这是古人说的话，也就是说，只有达到阴阳合并，才能孕育大地。难道说我的9条灵根出现是9绝剑魂的功劳？好强，这只是肉体的力量，要是配合原力跟法则，可以击伤6品5圣了。小人来了，小千你带猴子回到洞府，不要出来。想要吃烤肉，自己动手；想要打架，我随时奉陪。交出雪月果，告诉我如何进入亡灵谷，我可以饶你不死。阮家弟子什么时候喜欢做杀人越货的生意了？念在你帮助阮家的份上，我可以留你一命。机会只有一次，不要逼我动手。不用看在阮家的份上，我救了阮家，跟你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你们全家死光了，我也不会出手相救。别废话了，是打还是杀？手底下见真章。真的以为你帮助了阮家就可以肆无忌惮吗？阮家的底蕴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这就对了，既然想要杀我，就大大方方。你想要雪月果击败我，可以告诉你。你身上果然还有宝贝，短短10日时间就突破3品5圣，看来不止1枚雪月果。你实力很不错，难怪能越级挑战。你也不错，可惜今天就要死在这里。杀我，还轮不到你。雷炎，灵气，我要杀了你。杀我，你还不够。你这不是阮家的幽冥鬼步，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任何的鬼魅魍魉在我面前都是虚妄，真是舍得再次的法器，那也价值连城。看来要空手而归了，达不到7品5圣，这座峡谷就别想进去。1品5神，难道他来自9重天？用来打搅我休息。龙阳子师，该死的人类，你打搅了我的休息。
紫狮王，今天我来不是跟你打架的，我只要一块紫炎神经，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不行，我拿其他东西兑换也成。但愿你所要紫炎神经只是普通用处，吸收里面的紫炎神力。人类，果然休怪我不客气了。既然你不肯交出来，那我只好杀了你，亲手去取。武神必须要尽快修炼到武神境。人类，我劝你还是赶紧滚开，别逼我杀你。居然你不识好歹，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人类，你的实力很强，但是想要杀我还是太弱了。圣龙封神术。圣龙封神术，你还有点见识，竟然知道圣龙封神术。既然你知道，你受死了。现在反应过来，太晚了。想走，门都没有。什么人？可恶的人类，别再让我碰到你！你是谁？救你的人。你对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要不是老子好心救你，现在早就被妖兽吃的骨头都不剩。妈的，老子好心救你，你醒了不感激一句也就罢了，居然呵斥我，老子欠你的吗？多谢你出手相救，现在你可以离开了。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里？既然你醒了，那我就告辞。忘了告诉你，圣龙封神术没有10天你是解不开的，这里妖兽遍布，你这么细皮嫩肉，妖兽一定喜欢。你混蛋！没错，我就是混蛋，就是这个混蛋救了你。老子不管你以前身份是什么，既然我救了你，醒了连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吗？刚才是我错了，不应该呵斥你，我给你道歉。你嘴上给我道歉，心里估计在想，等你封神术解开之后再杀了我吧。没有办法，在对你来历不清楚之前，这是人的本能。收起你那些小心思，我要是对你图谋不轨，在你昏迷的时候早就下手了，何必给你喂丹药压制紫炎神力？好心真是给狗吃了。你小小的3品武圣，怎么会知道紫炎神力？先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丹药只能压制1盏茶时间，如果不及时拔出长针，你自己知道后果。纵然解开圣龙封神术，也会损害真元。长针在比较敏感的部位，所以我没检查，打算等你醒了之后再做打算。别看着我，男女授受不亲，别我碰了你，等你伤势好了再矢口否认，直接把我杀了，得不偿失。我答应你，只要你替我拔出长针，我绝不杀你，甚至许诺你好处。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好大的口气，我想要什么你都能给我，你以为你是谁？你到底想怎样，才肯拔出毒针？答应我3点，我可以出手救你。说吧。第一，对于你刚才无礼的表现，要郑重的道歉。第二，救你可以，恢复之后，我们谁也不欠谁的。我不需要你的感激，想要杀我，凭你还做不到。为了以防万一，你要发誓，好了之后不准报复。第三，告诉我，你要紫炎神经做什么？对刚才的无礼，我很抱歉，希望你不要介意。救命之恩，我不敢忘，所以你放心，我不会杀你。第3个问题，要等我好了之后再告诉你。得罪了。
吃喝拉撒睡，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想方便，你出去一下。多谢昨晚救命之恩。这是我的衣服，不嫌弃就穿上，我去打点猎物。现在可以回答我第3个问题了吧？你要紫炎神经做什么？炼气。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到底要做什么。既然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吧。你说紫炎神经炼气，我相信，不过它只能炼制法器，所以你在撒谎。但是它还有一重功效，修炼天鹤宝典。你不会告诉我你修炼这种邪恶的功法？你怎么可能知道天鹤宝典？难怪跑到这里想要抢夺紫炎神经，果然没安好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这样做是不是对父母太残忍了？你凭什么凶我？我干什么？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吗？没错，我的确没这个资格管你，希望你好自为之。别哭了，再哭我就杀了你。秦秀儿，你害人难道还不够吗？这套天鹤宝典如果说跟你没有关系，打死我都不信。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天真无邪，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平静的生活。在她5岁的那年突然被打破了，一群人冲入她家里，杀了最亲爱的母亲，带走了父亲，囚禁起来可爱的小女孩，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那一晚是他这辈子的梦魔，亲眼看着母亲倒在血泊之中，侍卫及时出现，小女孩才侥幸活命。他发誓要在有生之年杀光那些残害母亲的人，所以他不顾一切的修炼，终于在26岁那年成功突破到武神。可惜他一点不想等，对手太强大了，强大的让他有些无能为力。因为他知道一天不能报仇，就不能救出父亲。一次偶然的机会，长大成人的少女得到了一门可以快速修炼的宝典，终于看到了希望。为了母亲大仇，为了救出父亲，少女义无反顾，从8重天寻遍了千山万水，终于在7重天找到了可以修炼宝典的资源，可惜被人阻拦了。难道她有错吗？为了报仇，她甚至可以舍弃性命。你的做法没有错，就算你报仇了，当你父亲看到你修炼天鹤宝典的模样，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伤害。难道你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吗？不能等，也等不起，再不能救出我父亲，他就会死，我没有选择。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就算你修炼成功，救出了你的父亲，又有何用？杀己救父，你觉得很伟大，在我看来，那就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事情。你以为你父亲会开心，甚至比杀了他还要难受，还不如囚禁起来，看着女儿开心长大。既然你的伤好了，就此告辞。等等，还有事儿？能帮我一个忙吗？不帮。难道你真的让我再等100年去救我的父亲吗？你知道什么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吗？只有你亲身经历，才知道我现在内心的痛苦。求求你了，帮我最后一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难道每个人都要跟你一样，为了报仇不择手段？你清醒清醒吧。只要你答应帮我盗取紫炎神经，我就是你的人。我可以帮你，请你以后不要再作践自己了。圣龙封神术施展1次，需要1个月才能施展第2次。一会儿你负责牵制龙阳子师，我负责潜入洞府盗取紫炎神经。
该死人类，你竟然还敢跑来！交出紫炎神经，我可以立即离开。无知的人类，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怨不得我。这座山脉地下居然还有火焰，好奇怪的小树。天神木，木生火，我明白了。看来龙阳子师打算借助天神木里面的木系能量，完善自己的火焰之躯。原来龙阳子师没有继续追杀他们，是因为才诞生幼崽，不敢离开太远，以免被人偷袭。我只拿走2枚，给你留下1枚，帮助你觉醒血脉应该足够了。告辞。我已得手，快走！该死的人类，你居然引诱我出来，派人进去盗取紫炎神经。最后给你一次忠告，办法是人想出来。我相信这天底下没有一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女自甘堕落，你好自为之吧。谢谢你。出来2月了，恐怕母亲担心，尽快让人捎个口讯回去。想要进城缴纳1000极品灵石，燕城什么时候收取入城费了？小子，你是第一次来燕城吧？从10年前就开始了。想要入城就要缴纳，不然哪里来回哪里去。我找你们掌柜的。不知公子怎么称呼？晚辈林奇，母亲阮素素。这次过来，我想让贵堂帮我带个消息给我母亲。原来是家主的外孙，久仰大名，老夫阮乔被安排在燕城也有几10年了，承蒙家主照顾，子嗣已经进入内堂修炼。说起来，我也有好几年没回家族了。林奇，让你见笑了。碰到家族弟子，一时半刻没收住。家主还好吧？我听说家主身体全部恢复了，还重创叛家，杀了1万多分月谷弟子。可是真的，外公身体确实恢复了。至于其他事情有些夸大，听听就好了。真是天佑我阮家。前辈，我这次过来是希望通过商铺给我母亲带个平安。我暂时回不去阮家，还请掌柜的行个方便。你母亲正带着家族弟子朝燕城赶来，你不知道吗？你说什么？我母亲怎么会来燕城？林奇，你真的不知道吗？还请掌柜指点。再有半月就是燕城3年1度的灵符大会，届时整个7重天超级大家族跟一些大宗门都会参加，这是一场盛会。阮家作为大家族，自然也要参加。你母亲代表阮家带领家族弟子正在赶来，他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快则3天，慢则5天左右。那好，5天后我再过来。林奇，这里有现成的院子，难道你不住在这里吗？多谢掌柜的好意，我先出去逛逛。刚到燕城，很多地方还不熟悉，我这就安排几个人跟着公子。最近燕城不太平，很多人突然涌进来，难免有些人争勇斗狠。不用了，我喜欢一个人。记得燕城有修炼室对外出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项业务。姓名麒麟。修炼室分为3等，低等1天1万极品灵石，中等1天10万极品灵石，上等1天100万极品灵石。请问你需要哪一种？上等修炼室，我要租10天。你确定租售上等修炼室？确定。这是7号修炼室的钥匙。
顺着通道进去就能看到。两位，你们跟我这么久了，难道要等我进入修炼室才肯出手吗？小子，算你识相，这是下等修炼室的钥匙，把你的钥匙跟我换一下。有点意思，竟然在这里做起了打劫的勾当。小子，别磨磨蹭蹭，赶紧交出钥匙，不然休怪我们无情了。钥匙就在这里，你们有本事可以过来拿，敢跟我们雄霸兄弟叫板，小子，你死定了！4品5圣也敢出来打劫，你们能不能再专业一点？阮乔见过代理家主，地方都安排好了吗？地方都安排好了，都是阮家的产业，保证安全没有问题。好，我们进去吧。代理家主，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有事快说。5天前林奇来找我，让我捎个口讯给您。你再说一遍，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你也老大不小了，任由他一个人在燕城闲逛，真是气死我了。阮乔，这件事情不怪你，琪儿做事一贯独来独往，我代表素素给你道歉，谢谢你告诉了我们这些。这小子他是怎么做到的？横穿整个山脉，这山脉深处可是有9阶妖兽坐镇，他是如何避开的？你们不用担心，琪儿的本事你们又不是没见过。既然他告诉阮乔在燕城等你们来，自然会出现，不用担心了。我们现在规划一下灵符大会我们阮家如何应付的事情吧。老九，难道7号修炼室有武神在里面修炼？立即去前台查一下，谁在7号修炼室？怎么可能？长老，信息拿来了。麒麟3品5圣。老九，有没有可能他身上有一种储存灵气的宝物，故意吸收我们的灵气，将之储存起来，先把灵石填满，维持阵法运转，我们无情阁还供得起，免得传出不好的名声，认为我们无情阁克扣灵石。3品5圣踹伤2名4品5圣，有点意思。九长老，我们用不用打开修炼室看一看？已经400万灵石耗费进去，再这样下去，这座修炼室我们不仅不赚钱，反而倒赔。不急，既然是10天时间，再有3天他就能出来，我就不信他能一直吸收下去。纵然有储存灵气的宝物，也不可能储存这么多。3天之后我们再来，灵石继续供应。我们无情阁别的东西不多，灵石有的是。你就是麒麟，前辈为何要拦住小子去路？齐公子能否方便一下，跟我去内室谈谈？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恕我不能奉陪。我付了1000万极品灵石，我修炼了10天，难道还有其他问题吗？齐公子别误会，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调查一些事情。你们调查你们的，我有我的事情，告辞。焚月谷的人，林奇，乖乖的受死吧！看来你们埋伏在这里很久了。林奇，你破坏我们的好事，现在就是你的死期。四长老，为何您不亲自出手？这个小子再强大，您老上去一招就能灭了他。你懂什么？如果我出手击杀这个小子，肯定激怒阮永行。暂时我们焚月谷还不能跟阮家硬碰硬，除非宗主能突破到3品武神。要是5品武圣杀了他，阮永行无话可说。这小子藏拙了。此人是谁？好强的杀人意念！此人叫林奇，阮家弟子。听说他在3品武圣的时候击杀5品武圣，帮助阮家渡过难关，就是采集血月果的那个人。
没错，有人传言他进入过亡灵谷，不知是真是假。他完全可以做到一剑封喉，偏偏切下脑袋，这样才能震慑住对手，更是在拿对手磨练自己肉身。林奇，你好大的胆子，杀死我焚月谷10名弟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还可以更无耻一点吗？用10名弟子来送死，就为了给你一个杀我的借口？别假惺惺了，加入你们焚月谷真是一种悲哀，杀我焚月谷弟子还想狡辩，给我死吧！老匹夫，如果我不死，以后你等着我的报复吧。你没有机会了，可惜是阮家弟子，不然拉拢到无情阁是个不错的好苗子。再好的天赋，不懂得收敛锋芒，死亡是迟早的事情。太过锋芒毕露，没有好事，只有坏事。老匹夫，9品5圣也不过如此，力气太小了，你在给我挠痒痒吗？死到临头还嘴硬，看你能承受我几掌！鬼手屠夫，敢伤我阮家弟子，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阮清水，你竟然也来了燕城？琪儿，你没事吧？母亲，我没事，只是受了一些轻伤。鬼手屠夫，堂堂9品5圣对一个后辈出手，今天你不给我一个说法，谁也休想活着离开。阮清水，你没看到是这个小杂种先杀死我们焚月谷10名弟子的吗？我只是替弟子报仇而已，没想到你们焚月谷居然无耻到利用自己弟子的生命来给自己找一个借口，真的是让我瞧不起。今天就让我领教一下鬼手屠夫的厉害之处。好了，事情到此为止，想要一较高下，灵符大会上再争夺。是，燕城主。琪儿，你这10天哪里去了？为何鬼手屠夫能知道你的行踪，设下埋伏？灵符大会开启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这座院子一步。我建议让林奇参加。清风，我承认林奇天赋不错，能抗衡7品5圣，可是灵符一道拼的不是武力，如果可以将他放在武道比拼上，也许能替阮家扳回一局。谁说他只有武道天赋不错，灵符一道一样出类拔萃。如果不想阮家输得太惨，就听我的意见。大长老，琪儿暂时不宜参加，已经得罪了焚月谷，难免被有心人利用。这次家族带来的几10名弟子，灵符一道绝不比其他宗门差。阮家这几年重点培养不少符道天才，但是想要跟无情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连展家的符道天才都超过我们阮家不少，想要杀出重围不是那么容易啊。大长老，那你是同意琪儿参加了？符道大比向来公正，届时由8重天飞羽阁的人主持，作弊不可能，谁也不敢得罪飞羽阁。林奇的安危不必担心，只是名额有限，由谁替换这是一个问题，谁撤下来我去安排。符道之后的武道比拼，我建议林奇也参加，一旦夺魁，我们阮家也可以出人头地了。符道比拼琪儿可以参加，武道比拼我绝不同意，不然我带着琪儿立即离开燕城。父亲母亲，你们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还不是你舅舅坑了外甥一次又一次。素素，话可不能这么说，上次要不是我建议琪儿参加，我们阮家现在早就被吞并了。到底怎么回事？琪儿，有件好事让你做。要是能拿到好名次，不仅可以得到大量奖励，还能得到许多好处，你干不干？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不干。琪儿，这件事情舅舅不会坑你，保证没有危险。
只是福道比拼而已，又不是动刀动枪。母亲，这是真的吗？灵符大比虽然没有危险，但是母亲不想让你出头露面，适当的藏拙对你将来有好处。这次家族来了不少弟子，我看福道天赋都不错，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素素，你想过没有？每次灵符大比都牵扯各家的产业，我们阮家输不起了。一旦今年拿不到好名次，我们阮家有可能沦为二流家族。要不是上届输掉关键的一场，我们阮家至于落到今日这步田地吗？哥，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家族，我们阮家的确输不起了，但是齐儿并非阮家的弟子，让他付出这么多，你认为对他公平吗？没错，对齐儿来说的确不公平，但是他身体里面有阮家一半的血脉，阮家如今有难，他就有义务站出来，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阮家被人蚕食掉？你们别说了，我参加便是。好，我这就去安排，给你报名。母亲，我想揍舅舅一顿，你看可以吗？替我也揍几拳。灵符一到，我已经堪称大师，一直没有机会展示一下，这倒是次好机会，主要是获得冠军，奖励丰厚啊。林奇，你有什么资格替代我参加灵符大比？阮鹏，我念你是阮家弟子，现在立即给我滚出去，不然休怪我无情。别以为仗着家主是你外公就可以胡作非为，阮家还不是家主一人说的算，你有什么资格抢我的名额？我有没有资格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要是没事，现在可以滚了。好狂的口气，出口就让我们滚。我们阮家在你眼里难道就是呼来呵斥的玩物？不要以为你母亲罩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们在干什么？都是阮家弟子，大呼小叫像什么样子？代理家主，你来了正好，你给评评理，凭什么把我的名额让给他？怎么，打算杀人灭口吗？这里这么多人，我就不信你能把所有人全部杀光。杀你们，都嫌脏了我的手。狂妄，嫌这里脏，你可以滚出这里。我倒想要看看，没有阮家的庇护，你能不能活着离开燕城？阮鹏，够了。林奇，你就是个孬种，有本事别站在你母亲身后。林奇，你敢对我们动手？真不知道阮家怎么培养出来你们这群垃圾。你骂我们是垃圾，那你的母亲也是阮家的人，难道也是垃圾吗？立即给我母亲道歉，我可以饶你们不死。你们做什么？自己家族弟子械斗，成何体统？大长老，您来的正好，您给我评评理，凭什么福道大比要撤掉我的名额，由一个外人参加，是何道理？大长老，你可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刚才他打了我们一耳光，作为阮家弟子，我们憋屈。阮鹏，替换掉你的名额是我做的决定，现在立即给苏苏道歉。我不服，凭什么我的名额要让给他？难道就因为他是家主的外孙就可以为虎作伥吗？因为他的灵文术在你之上。笑话，他会懂得灵文术？他不但懂，而且懂很多。这也是我换下你的原因，因为你太浮躁，不适合灵符大比。我不信，除非他能展示给我们看看，灵符之道在我之上，不然今天谁也别劝。我们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从这里走出去。好，既然你要比，那就比一场，全当作为灵符大比热身赛，也让大家熟悉一下比赛的规则。好，如果他赢了我自会道歉，要是输了，不好意思，他们三个滚出阮家。难道是三长老安排的阮鹏前来捣乱？我们就不考核敬服，直接考核克服，谁的灵符等级高，自然胜出。不用比了，我郑重地宣布一件事情，我不会替阮家参加灵符大比，我会以我自己的身份参加，跟阮家没有任何关系，从此以后划清界限。琪儿，母亲，我只是说以后任何事情跟阮家没有关联，
并不是让你也脱离阮家。我这次代表九天剑宗。现在你们都开心了，我儿子彻底脱离了阮家，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吧？我儿子就住在这里，谁敢撵他走，休怪我无情。都给我滚回去！舅舅替我九天剑宗报个名，一人参加。阮鹏，你必死！琪儿做的没错，换成任何人都会这么做，既保全了阮家，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真的分出输赢，到时候谁也下不来台。你母亲不能过来，让我在这里等你。上阵父子兵，今天就让为父陪你走一遭。出发！岂有此理！算了，琪儿，有个地方就行，暂时不宜多事。琪儿，你坐吧。父亲，我们之间就不要客气了。九天剑宗迟早都要交到你手里打理。如今你就是九天剑宗代表，我负责参战。清风，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给琪儿安排在那种地方？没办法，因为这是七重天比赛，五重天想要参加已经破例。要不是琪儿拿出六重天3条灵脉作为赌注，恐怕参赛的资格都没有。我不管，立即给我换个地方。不行，在阮家腾出一块空地，还不能容下他们2人吗？琪儿，你跟我过去，阮家可以腾出一块地方出来。母亲，我知道您心里难受，但是孩儿今天就在这里，凭靠自己的双拳打出一片天地。不行，你代表九天剑宗，今天是打响你们剑宗名号的好日子，必须要有个显眼的地方。母亲，你要是尊重孩儿，就不要再管我跟阮家之间的事情。我已经成年，有自己的意愿，不论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触及做人的底线，所以不要再劝了。素素，听琪儿的，按照她说的去做。那好，我也留在这里陪你们，一家人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母亲，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还是回去吧。等大比结束之后，我们一家人再团聚。琪儿，我决定了，等此件事情议了，打算离开阮家。你外公身体好了，家族一些事情准备交给你舅舅打理，母亲以后可以全身心照顾你们父子俩。你早就该做这样决定了，要不是你一直顾及家族，我一刻都不想待在阮家。母亲，那边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忙，快回去吧。等我把事情安排好了，我就过来。四长老，你看，那个小子也出现了。我听说他代表九天剑宗参战，跟阮家已经脱离了关系，很好。一有机会将他斩杀，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燕城。听说他福无两道全部报名了，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报仇了。密切注意他的动向。这一次我们把他安排在墙角，就是希望击溃他的信心。小子，对不住了，你舅舅就这么大本事，先待在这里，等取得好成绩，我再申请好的区域。您能让我参加已经是很大的本事了。7重天的盛会什么时候轮到5重天参与？舅舅没看错你，好好表现，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狠狠地扇他们一耳光。舅舅看着你踏平7重天的那一天。3年一度的福无两道大比即将开始，现在由我宣布一下，这次裁判的人员以及各大宗门拿出来的资源，让我们欢呼吧！鄙人关鸠被请来主持这样盛大的比赛，倍感荣幸。现在我先介绍一下负责比赛的10名裁判，每一位都大名鼎鼎，绝对可以能做到公正公平，保证比赛完整的举行下去。
我先介绍第一位，仇家庄庄主裘阳云，让我们欢迎。第二位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虽然不是来自某个大宗门，定安的大名，在七重天想必大家也如雷贯耳。第三位大家有些陌生，但是提及古老世家，很多人就联想了到了丘文诸葛三大家，正是丘家年轻一代佼佼者丘浩。接下来4位我就要重点介绍一些，他们并非我们七重天的高手，而是来自8重天，来自飞羽阁的右翼护法维申，飞羽阁左翼护法康宁，我们欢迎。飞羽阁主贴身侍卫南宫红雪。接下来我隆重的介绍一位，身份地位无比的崇高，飞羽阁阁主江羽神女。现在大家热烈欢迎。竟然是他，他是飞羽阁的阁主，没有天鹤宝典的气息，难道他还没有修炼？琪儿，你怎么了？没事，一时走神了。现在我公布无情阁拿出的资源，一条上品灵脉地级绝品功法若干，极品灵石5亿，外加一套灭绝剑法，还有压轴大戏机关兽。神影谷愿意拿出一条上品灵脉地级绝品功法若干，极品灵石4亿，外加一枚剑丹。展家愿意拿出一条上品灵脉地级绝品功法若干，极品灵石4亿，外加一柄天罡剑。差点忘记说一句，这个宗门才建立1年多时间，听说原班人马从一重天上来的。老天啊，我没听错了，一重天组建起来的宗门，那也叫宗门吗？一重天，那是人待的地方吗？我记得那是豢养畜生的地方。稍安勿躁，焚月谷在刺激我们，不要中了圈套。九天剑宗愿意拿出6重天3条中品灵脉地级绝品功法若干，极品灵石5亿，外加一本伪天阶武技。忘了说一句，九天剑宗只有1人参赛，在那里我看到了。你再哭我就杀了你。阁主，你怎么了？没事。原来是他，他不是阮家的弟子吗？怎么变成了九天剑宗的代表？我听说他脱离了阮家，以后任何事情跟阮家都没有关联。想想阮家还真的是失败，主动把这样一个天才撵出门外。我还听说此人在6重天灭掉了3个超级实力，掠尽了6重天所有资源，才建立了九天剑宗。好了，时间不多了，现在我宣布福道大比正式开始。规矩跟往年一样，分为4个环节，你们快看，无情阁的李英韶好帅呀！快看快看，上届亚军展浩也出现了，你们每人面前都有一张8阶灵符，出自同一人刻画，品阶等级甚至连上面纹路都一模一样，所以不存在作弊。你们要做的是将那些没用的纹路修正，谁修正的最好，灵符最完整，则是第1名。林奇，3天前我们之间就应该有一场比拼，因为别的原因没有比成。今天借着这次机会，敢不敢跟我赌一场？你想怎么赌？畜生，他就是一个畜生。清水，他已经不是我们阮家弟子。不管阮鹏怎么做都无可厚非，况且他们当日确实缺少一场比拼，这么好的机会，阮鹏稍加利用一下倒也说得过去。我们就比这一关净符，只要我的等级高于你，将伪天阶武技抄录一份给我。你的胃口不小，就怕你吃不下。如果你赢了，我可以双手送上伪天阶武技，要是你输了，拿什么做赌注？你想要我手里的伪天阶武技，这无可厚非，在场想要的何止你一个，所以我不在乎你的要求。既然你拿不出跟伪天阶武技相同的宝物，有一样东西可以作为赌注，就看你敢不敢赌了。你说吧，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赌注？你的命。敢不敢赌？不敢赌给我滚远点，垃圾一样的东西。弟弟跟他比，好，我跟你赌了，要是你赢了，这条命就是你的，输了把伪天阶武技给我抄录一份。赢了我，不只是伪天阶武技是你的，
我身上所有东西你尽可来取。原来如此，要不是三维立体图，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发现你。正为字，反为画，设计这枚灵符的人真的是个天才。你们快看，那个叫林奇的小子是不是不懂灵文术啊？不去净符修正那些没用的线条做什么？这小子疯了吗？这是在做什么？难道在涂鸦？画中有山，山中有月，月中有人，人中有道，道中有仙，仙中有韵。林奇，赶紧交出伪天阶武技出来，免得一会儿输得太难看。积分还没出来，现在判定胜负是不是为之尚早？真的是冥顽不灵，一会儿看你怎么死。不错不错，今年焚月谷的成绩超出了以往，没想到我们10人设计出来的灵符不仅被人识破，甚至远远超越了灵符本身的设计，可以说是将整个灵符提升了好几个等级。最关键，它一条纹路没有去掉，全部将之归正，反而在我们设计的基础上稍稍改进了一下，让灵符变得更加完美。这枚灵符我要是没有猜错，他并非故意将几道杂纹拨正，而是无意之举。也许在他看来，这才是最完美的灵符。我们设计出来，它只不过锦上添花而已。非也，非也！维护法有何高见？这是一种意境。修改灵符的时候，必须要心境跟场景契合。按照我的理解，当时净符的时候，这就是他心中所想的景象。你们仔细看看这枚灵符，不用从一个角度，要从4个角度去看。也就是说，林奇在净符的时候已经忘记了一切，按照当时的心境，并没有刻意去迎合什么东西。画中有山，山中有月，月中有人，人中有道，道中有仙，仙中有韵。没错，就是意境。此人求仙之道居然如此之坚定，是我辈无法企及。100分肯定不止，他已经将灵符彻底修正，毫无瑕疵可言，甚至一枚杂乱的灵纹都被他利用上。更加难得是的是意境，下面灵符都没有出现意境这个东西，但是这枚灵符出现了。那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等着呢。不如打上完美如何？完美？这是什么积分？完美代表什么？难道他的灵符超越了所有人，才会被称之为完美？现在我宣布净符这一关获得前3名的选手。这枚灵符价值不凡，我发现我的境界松动了不少。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我能参悟这里面的寓意，突破3品武神指日可待。不简单啊，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境。我们活了上百年，还不如一个少年看得透彻。净符第3名获得者展浩，获得净符第2名李英韶。现在我宣布净符冠军得主，获得净符冠军者林奇。不可能，你有意见？关鸠前辈，我并不是质疑你。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人的灵符都展示出来，为何他的灵符一直不肯展示？你们也想看吗？关前辈，如果可以，不妨让我们也见识一下。这枚灵符只展露1炷香时间，到时候会收回来，你们能记住多少就看你们的造化了。阮鹏，兑现赌注的时候到了。林奇，大家都是阮家弟子，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我休与你为伍，不论是不是阮家弟子，今天你都要死。羞辱我母亲，只有死路一条。林奇，你敢杀我，阮家不会放过你的，真是恬不知耻。阮家有你这样弟子，落寞是迟早的事情。林奇，你有什么资格评判阮家？你不过一个小杂种，仗着运气好而已。要不是阮家大力培养你，从小留下大量资源，你有今天的造化吗？说你无知，我觉得侮辱了我的智商。我林奇求天求地，唯独不求你们阮家。
我林奇一生行事何须向你解释？你还有什么脏水，可以一起泼过来。林奇，阮鹏虽然跟你定下了赌注，他已经意识到了错误，看在阮家的份上，能否饶他一次？回去我替你教训他。你教训他？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给他求情？阮家的面子我自然会给。之所以等到现在，我就是顾及阮家这层关系。你们以为我杀他需要等到现在吗？看到了吗？我想要杀他，任何时候都可以。之所以堂堂正正，就是念在阮家的面子上。以后再也不要跟我提，给阮家一个面子。再提一次，休怪我无情。林奇，你杀我弟弟，我要让你不得好死。不想死，以后就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之中，不然你弟弟就是你的榜样。现在颁发第3名奖励，这是第2名奖励，这是你的奖励。恭喜你，多谢前辈。东西一会儿离开的时候，出口会有人交给你们，大型商铺需要你们派人去接收。琪儿，你告诉母亲，你真的有伪天阶武技吗？放心吧，母亲，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目前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中，想要拿到伪天阶武技，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孩子，你跟阮家真的没有缓和的余地了吗？母亲，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论将来发生什么，只要阮家不做出过格的事情，我不会跟阮家为敌。看来要抓紧时间提升境界，将产业拿到手，让九天剑宗及早接收。有了这些产业，相信用不了10年，九天剑宗就能在七重天站稳脚跟。现在还不宜吞phục，等福道大比结束之后，争取提升到5品5胜，这样才武道大比才有冲击前10的资格。要是能求到一枚这样灵符，日夜观摩，岂不是可以提升到高级5胜了？你小子知足吧，最起码也见过。哥几个围着场地走了3圈，也没见过你说的那枚灵符。快跟哥们几个说说，到底这枚灵符有什么奇妙之处？阁主，你已经观看快1个时辰了，该休息了。外面现在怎么样？大部分都在议论今天下午的事情。阮家场地被人暗中监视，只要这个林奇一露头，必定被人攻击。我知道了，你下去休息吧。阁主，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红雪，我说过了，没有人的时候不要老是称呼阁主，喊我小雨就好。你是不是认识那个小子？哪个小子？小雨，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们怎么认识的？福道，没错，他的灵纹术如此出色，一定有办法打开那个地方，救出我父亲。但愿今天5行丹能出现，有了5行丹，突破5品5胜才有把握。琪儿，今天不要大意，进符不代表灵纹术厉害，克服才能体现一个人真正的灵纹水平。我会全力以赴。规矩我就不说了，今天考核的第2关克服，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每个人都一样，就看你们的临场发挥，谁的等级更高，自然获得冠军。时间为2个时辰，选手请就位。林奇，我要跟你比克服，我接受，我们不赌别的，就赌命，谁输谁死，如你所愿。到底阮家想要做什么？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阻止一下吗？从现在开始，阮欣被逐出阮家，死活跟阮家没有任何关系。比赛开始。林奇在做什么？时间固然充裕，谁也不敢保证第1枚刻画就是最好的，总得给自己留些时间。这小子在做什么？难道就不怕把精血给烤干了？
到时候连刻画都完成不了，我看他是疯了。镜符厉害不代表克服厉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好比你的剑道厉害，在刀法一途可能还不如一个菜鸟。激发妖兽最原始的力量，用来刻画灵符，这种做法似乎早已失传了吧？阁主，这小子不简单，应该是我们要找人。再看下去，单凭克服还不行，除非在后面2关全部表现不俗。想要营救我父亲，必须4关都要拿到冠军。我抗议，抗议无效。比赛的时候没有不允许激发精血神念这条，差不多了。天人合一，居然将自己融入到了天地，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妖孽？道运出现了。阁主，没事，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时间到，现在你们可以休息了。鉴定结束之后，跟昨天一样，会公布成绩。有点意思，居然突破到2品武神，好啊，天佑我阮家。这一局不出意外，阮家能获得前3一个名额。多谢林大哥指点。你的天赋很不错，我只不过给你点燃了一盏灯，以后还要靠你自己走。以后我会努力的。阮家之幸，阮家之幸。极品灵符，错，这不是极品灵符，吓死我了。幸好不是极品灵符，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在镜符上拿到了冠军。克服才能鉴定一个人的水平。维护法说的不错，这的确不是极品灵符。2位说的不错，这不是极品灵符。林奇，滚出去吧！别以为镜符拿到了冠军就以为了不起，灵符一到，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哈哈哈，也不知道这个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镜符居然被他蒙对了。你们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我知道这不是极品灵符，直接说是超品灵符不就好了？没错，的确不是极品，这就是超品灵符。小小的4品武圣刻画出来8阶8品的超品灵符，这简直不可思议。这有什么？当年老阁主也刻画出来超品灵符，只是你还小没见过而已。这枚灵符已经自成空间，这的确是超品。这小子怎么刻出来的？算了，还是完美吧。好了，上午的克服比赛基本进入尾声，现在我宣布前3名，获得第3名，来自阮家的天才少女阮雪。规矩我不说了，你们每人面前都有1枚灵符，不准用手去碰，用你们的灵魂去感知，最后结果要看谁洗得最干净，最接近灵符的本质面目。我敢打赌，这一关这小子一定排在最末。蒋冲，敢不敢跟我赌一把？如果这一关林奇继续拿到冠军，你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头，承认你们焚月谷不如我们阮家。我输了，我给你磕头，赌就赌，谁怕你不成？麻烦10位前辈给我们做个见证，免得一会儿有人输了赖账。你们都不小了，代表各自的家族跟宗门，如果真的分出胜负，你们知道后果，可能给家族还是宗门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蒋冲，不敢赌了吗？焚月谷原来都是胆小懦弱之辈。好，我跟你赌，如果输了，跪下磕头承认不如对方，谁敢违背，天诛地灭。时间差不多了，既然大家都完成了，静等结果吧。这一轮冠军非吴清阁莫属。阮清风，一会儿跪下的时候记得大声一点，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阮家不如我们焚月谷。清风，你真的有把握吗？放心吧，我相信琪儿。这5个月来，他创造了多少奇迹，你们又不是没看见。岳兄，别忘了，在6重天拍卖出去的太清丹跟广灵金丹也被这个臭小子吞服。
2枚丹药都有增加魂力的效果，希望如此吧。我们阮家现在风雨飘摇，容不得一丝差池。哈哈哈，一定是0分，裁判不知道给多少了。没错，一定是0分。你们看到裁判都不给分数吧？阮清风，现在可以跪下来给我磕头了，承认阮家不如我们焚月谷，积分还没公布，你找什么急？输不起吗？这还不明白？裁判在顾及面子，才不好意思给0分。谁告诉你们他是0分？管他多少分，只要不是冠军，我们焚月谷都赢定了。你们怎么看？不如给超完美吧，大家如何？超完美，我们阮家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作弊，一定是作弊！鬼手屠夫，你敢质疑老夫作弊？信不信我现在拍死你？丁姐妹，我念你是长辈，请你尊重我，是不是作弊？你们心里清楚。超完美，你以为老夫是3岁小孩可以随意糊弄？鬼手屠夫，敢质疑我们裁判，你还是第一人，你会为今天所说的话负责任。我说过的话当然会负责，只是这小子的灵符我要检查一遍。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说的超灵符，我可以给你们道歉；如果不是，还请你们公正一些。被我说中了吗？我打不过你们，难道还不能提出质疑？有人提出质疑，我们就应该接受检查。阁主，此人就是欠收拾，让我去揍他一顿。既然你提出了质疑，我给你一次机会。这是林奇刻画的灵符，你检查一遍。好干净，这是他刚才的那枚灵符吗？一定是你们提前把好的灵符替换掉了。短短检查时间，怎么可能将洗符完成？岂有此理！你敢说我调换灵符？很好，既然你们说作假，这里还有1枚灵符，让他当场洗符，看你们还怎么说。林奇，不好意思，出现了点状况，刚才事情你也看到了，这是1枚新的灵符，如果可以，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继续洗符一次。不行，齐儿刚洗符一次消耗了大量灵魂，现在继续第2次肯定达不到刚才的效果。阮清风，你是怕露馅吧？不敢当着我们的面洗符。如果他真的能洗出这么完美的灵符，我鬼手屠夫甘愿给他磕头。你们都别吵了。舅舅，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1枚小小的灵符，别说洗1遍，洗10遍又能如何？就不要操心了。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如果我完成了磕头认错，小子，看你狂到什么时候，有本事现在就洗符，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作弊。你们可以检查了。不可能，这不可能，他4品5胜，神识怎么可能堪比9品？兑现赌注，赶紧跪下承认，你们焚月谷不如我们阮家，杀了我吧！想得美，你的贱命不值钱，跪下！认赌服输。刚才你们提出质疑，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希望你们能引以为戒。我宁可死，也不会跪下。想死没那么容易。你也跪下。不想死就认错。我认错。素素，琪儿怎么没过来？琪儿有些累了，告诉我感谢大家的好意，就不参加了。也好，多休息休息，争取明天拿下4连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四长老，这个小子必须要杀死，不然我们焚月谷的脸面丢尽了。死，必须要死！我要把他千刀万剐。我已经通知了谷主，这件事情不用担心了。这个小子必死无疑，要请死神杀他吗？阁主，如果林奇拿到了第4关的冠军，我们是不是该带他离开了？不急，他的实力目前太低，去了也没用，我自有安排。实力不成问题，待到8重天大力培养，最多3年，
就可以成长到我们需要的高度。我知道该怎么做，都下去吧。父亲，有件事情你去帮我安排一下。你说，去无情阁分舵帮我订一个修炼室，4天时间，这里是1000万极品灵石，不论多高的价格都要拿到1间。参见皇冠室，你给我盯紧了，只要是阮家的人前来订购修炼室，一概没有，就说订完了。是。第4关和符，我简单说一下规矩。单张灵符威力巨大，能合成符阵，威力更是滔天。和符这一关就是考验你们的符阵威力，不论数量，我们只看结果。时间5个时辰，足以你们完成符阵。现在可以开始了，这一关自由发挥。这个小子干什么？这一关怎么如此之快？恐怕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吧？草草了事？不对，他应该在拼数量，打算以数量赢对手。什么意思？他居然不等比赛结束就离场了？都安排好了，派几个人跟上去。这小子不会是尿遁吧？第4关审核在下面，请10位裁判观摩。不错，白羽符配合极雷符，形成了双符阵，创意不错。不错，手法老道了很多，阵法一些缺憾也全部补全，比上届老夫看到的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多谢裘前辈赞赏。康前辈，难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吗？哪里都对，就是太死板了。如果说这3年时间你都在完善这套符阵，确实令我们有些失望。中规中矩没错，不要听他胡说，继续努力。今天老夫算是见识到了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这番话的含义了。五行符，老夫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纵然死了，也死得瞑目了。水灵符散发出湛蓝之光，如同一汪大海，发出惊涛骇浪之声。单凭这枚超品灵符就价值不凡。火灵符宛如火焰一般在手中跳跃，这是一种视觉冲击。灵符仿佛要活过来，变成火焰燃烧天地。木灵符散发出郁郁生机，哪怕托在手心，也能感觉出来浓郁的木神素涌入到身体，让身心变得更加纯净安宁。土灵符形如千山万岳，厚重无比。从灵符之中，大地的气息扑面而来，时人都感知到了，这就是厚重之力。金灵符，一缕缕锐金之力，欲要冲破灵符的束缚，化为无穷的剑气，撕裂天地。好高深的意境，我竟然参悟不透。阁主，我感觉到了老阁主的意境，难道这灵符之中有武帝的意境在里面吗？好符，老夫这辈子满足了，能碰到五行符，以后有资格跟人吹嘘了。不好，这个小子拿着五行丹去炼化了，我们都看走眼了。这个小子一直在扮猪吃虎，怎么会这样？派人立即回去，千万不要让林奇进入修炼室。3天时间，他根本无法炼化五行丹，只要没有修炼室，五行丹就会在他身上。夫君，齐儿不会有事吧？放心吧，我是用其他人名登记的，无情阁发现不了。阁主，林奇四面楚歌，我们要不要保护他？这样符道天才，不正是我们所寻找的吗？这是最后一关考验，如果他能活过3天，他这条命谁也休想取走。阁主，我们要不要去找这个小子，将他保护起来？暂时不急，他有自保的手段。这3天时间，你们3个密切关注，一有情况随时跟我汇报。阁主，这样做太冒险了，他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为何还要继续考验下去？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要活下来，
只要你活过3天，在山洞里骂我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通知下去，3天之内，任何弟子不得单独出去。四长老，我们内部的人传回来消息，林奇并没有回到阮家地盘，继续去查，只要是阮家产业，都给我查一遍。我就不信他能凭空消失了。调查清楚了吗？修炼室之中没有阮家弟子，我查过了。林奇从会场离开的时候，没有人前来预定修炼室，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我已经吩咐下去，只要是阮家人，一律通知没有空的修炼室。奇了怪了，到底他跑到哪里去了？见鬼了，活见鬼了！从会场离开，他到底去了哪里？放心，只要林奇出来，以他的符道天赋，完全可以自己布置修炼室。以后7重天，无情阁再也休想一家独大了。站住！哈哈哈，你果然藏在修炼室，竟然被你瞒天过海，真是好手段。厉老鬼，林奇租用了修炼室，付了灵石，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问题，但是他为何要用别人的名字？这是欺骗。笑话，用什么名字那是我们的事情，有本事你咬我呀。很好，阮家好手段，既然这个小子出现了，那就留下来了吧。阁主，我们是不是要出手阻止？不急。厉老鬼，你想要全面开战吗？我们阮家也不惧，谁敢对我们阮家出手？武道大比还没结束，能否卖给我们飞羽阁一个面子？等大比结束之后，你们再做争斗也不迟。既然维护法提出，我们阮家自然会给面子。武道大比之后再说。阁主，我们为什么不摆明态度？林奇是我们想要的人，谁敢动他，就是跟我们飞羽阁作对。你们说的没错，他是我们需要的人，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单凭符道就能完成那件事情吗？没有，强大的武力跟智谋一样会功亏一篑。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没错，那个地方步步惊心，单凭符道这一项还不够，必须要符武双修才可以。希望明天的武道大比，他能给我们一个惊喜，不需要夺得好成绩，能冲入前100就可以。阁主，有没有可能这小子放弃武道大比，躲进阮家？我建议林奇应该放弃武道大比，先送他回阮家。以无情阁跟焚月谷的做法，必定在大比上做手脚，想办法击杀林奇。只要回到了家族，他们能奈我何？武道大比我代表9天剑宗，如果我离开，以后9天剑宗如何在7重天立足？琪儿，你为什么不听劝呢？退一步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没什么丢人的，这不是丢不丢人的问题。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你们不必再说了。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武道大比我势在必行。这小子反了，不行，我给他捆起来，也要送回阮家。难道不知道武道大比不限制生死搏杀吗？算了，既然他已经决定了，我们想要阻拦，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小子还真的不怕死，害得我输掉了500万灵石。我赌他昨晚悄悄离开燕城，躲进阮家来了才有意思。我可是听到风声，无情阁暗中下了彩头，谁能在擂台上将他击杀，可以免费在高级修炼室待半年，另外奖励丰厚。我也听说焚月谷也下了不少本钱，谁能杀死这个小子，奖励丝毫不比无情阁差。恐怕武道大比将会变成一场屠杀比赛。阁主，我们怎么办？要是这个小子死在了擂台上，我们所有的努力岂不是付诸东流？只能静观其变了。一旦真的有生死危机，直接带走。
死了300名弟子，重伤100人，剩下的人恐怕坚持不到最后了。他们的仇，我替他们报。琪儿，不可。接下来的战斗，阮家放弃。你们输的那些资源，我替你们拿回来。前10的名额，我全部要了。好狂的口气，一人包揽前10，真不怕风大闪掉了舌头。就凭他一个人，下一轮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林奇，你要让阮家退赛。没错，你们不是教导我懂得以退为进，现在是阮家退的唯一机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好，我们阮家退赛，我林奇发誓，有生之年必踏平神阴谷、焚月谷、无情阁、斩家，如有违背，天道沉沦。既然对方置于我于死地，何必再跟他们客气？就让这武道大比变成我的磨刀石，让这里变成修罗之地。小子，你可别死得太容易，我要看着你慢慢死。放心，你死了我也不会死，我倒要看看你能猖狂到什么时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那我们拭目以待，让你们的人洗好了脖子等着我来宰。现在我宣布前10诞生，休息半个时辰，接下来决出前10到第1名，一共9场，每个人都要相互交战，胜者3分，平局1分，输了0分，谁的积分最高则是冠军。等等，这小子估计要放弃比赛了，拿到第10名挺好。小子，赶紧滚吧，拿到第10已经1天了。林奇，见好就收吧，速速离开。巴力、展旗、司明远实力更是远远超过石平，要是9人联手不断消耗林奇一人，最后能否活下来的确是个未知数。一旦他们放弃资源争夺，反正林奇要跟9人都要对战一场，他们9人要是每个人都全力抵挡，9场下来林奇还能剩下多少元力？你们几个只要遇到他，全力阻击，耗尽他的元力，最后一场交给我，杀了他，所获资源我们9人平分。放心吧，我消耗掉他3成元力，我也消耗掉3成，我4成，不可小觑。你们每人消耗掉他1成力量就算成功了。庞师兄，虽然他杀死了石平，让我们有些难以接受，说我们只能消耗掉他1成元力，这似乎不可能吧？也许是我太高看他了吧，不过一切还是小心为上。庞师兄，如果他放弃冠军争夺战，我们岂不是没机会了？那他将会死得更快，外面早已布置天罗地网，只要他踏出这里，恐怕就会被人淹没，甚至有武神在暗中等着他。没错，想必他也看出来了，不如索性战一场，最起码死了也能扬名立万。林奇，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赶紧说话啊！琪儿这是要做什么？哈哈哈，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在交代后事呢，该自己父母鞠躬，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父亲、母亲，孩儿不孝。如果孩儿今天不能活着离开这里，希望来世孩儿再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谁敢再说一句侮辱林奇的话，休怪我无情。我要1人挑战他们9人，不需要9场，1场结束战斗吧。前10的名额我全要了。林奇，你可想清楚了，多谢前辈的关心。我说过，前10的名额我全要了。够狂，我喜欢这个小子。这小子疯了，一个人面对9人，看他怎么死。老子算是大开了眼界，以后给子孙也有东西吹嘘。当年老子见证了一代天骄的崛起跟陨落，不愧是阮家血脉，宁可站着生，也不愿跪着死。他竟然看不起我们9人，气煞我也！你何必跟一个死人生气？死了的天才，迟早都会被人遗忘，只有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天才。没错，反正他死路一条，死后留名，也算是对得起他了。林奇，你还有什么遗言？
现在一并交代吧。战吧！既然你找死，那我们就成全你。展旗，你跟龙娜两人攻击他的下盘，贤武跟谢鹏，你们两个负责牵制后背，不给他回避的机会。展安国跟孟涛攻击他的中路，尽可能牵制，不要正面进攻。我还真的小瞧了这个小子，能在9人围攻之下还能坚持这么久，值得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啊，要是我展家弟子多好，哪怕倾尽一族之力也要保全他。这样的天才，不出10年必定成为7重天新一代领袖。快杀了他！他在磨砺武技跟境界。阁主，我们怎么办？要不要阻止？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剃须刀，我的死亡之石，原来是被他拿到了。魔功，他居然修炼了魔功！放屁！不懂就别说话。你看到魔气了吗？我要你死！厉老鬼，真的把我们阮家当成空气吗？没想到真理之拳如此之强，看来大哥又参悟到了什么东西，让自己的真理之拳间接跟着强大，还愣着做什么？赶紧杀了他！刚才那是什么武技？不知道，在6重天我目睹一次。当时把一尊武圣炸成了麻花，不像是我们人族武技，也不是魔族武技，毫无原力波动，古怪，太古怪了。不需要原力就可以激发如此强大的武技，灭杀8品武圣。看来这一战他胜利有望。阁主，这个小子太奇怪了，不需要原力，也不需要法则，就能激发这么强大的武技。您看出什么门道了吗？接下来不妙啊，林奇的战甲太消耗超品灵符，接下来的战斗不好打了。林奇，我要生吞了你！厉老鬼，等武道大比结束之后，我们战一场，出手吧！好，能死在庞高的意境之中，他虽死犹荣。咋回事？他们怎么不动了？不清楚，估计在酝酿吧。我看他们一定是累了，相互休息一下。放屁！这是意念交锋，你们懂个屁！怎么可能？他们都是8品武圣，意境不是武神才能参悟吗？你认为他们5人是一般的8品武圣吗？任何一人都有成为武神的潜质。你也参悟到了意境，雕虫小技。林奇，给我死！死的是你，镜中镜，我们都小看他了。一代人杰，此子不死，我邱家一定大力邀请。去你邱家做什么？难道你们邱家打算让他入赘吗？还可，我有个侄女，长得那是貌若天仙，如今也是8品武圣。如果可以，不介意让他们先处着。我可是听说这个小子不缺红颜知己，恐怕你的计划要泡汤了。唉，可惜了，如果不是意境交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这个小子终于要死了吗？老祖，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看得不真切，能感觉出来林奇身陷绝境。我低估了你，你的意境比我强大，你也不弱，
可惜你们太骄纵了，我们一招定胜负，正有此意。林奇，纵然你得到了这么多资源，你也没命享受，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小子，我要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出了这里就是你的死期。所有阮家弟子听令，你们怕死吗？不怕，阮家没有懦夫，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看到了那个人了吗？他是我们阮家恩人，出了这里，我要你们用尸体填，也要给我填出一条血路，让他安然回到阮家。你们能做到吗？能。邱浩，刚才你不是说要招这个小子入赘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林奇，有没有想法入赘我邱家？我保证以后你在七重天横着走，谁也奈何不了你。多谢邱前辈的好意，晚辈心里已经有了意中人，况且晚辈父慈母祥，还想在身边多侍奉几年，不能答应邱前辈的条件。现在我飞羽阁宣布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服务大比跟我们飞羽阁有莫大的关系。只是目的是什么，大家一定很好奇。实不相瞒，我们飞羽阁这些年一直在寻找福道天才，寻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我们想要的苗子。但是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今天，我们飞羽阁终于寻找到了心目中的目标，他就是林奇。林奇，我飞羽阁郑重地邀请你成为我们客卿长老，你愿意吗？我们琪儿能得到飞羽阁青睐，是我们阮家的福分。今天四位好好休息，我已经命人准备了晚宴。不用那么客气，给我们收拾一个干净的院子即可。我们要跟林奇单独淡淡。我已经让人准备了，现在就可以过去。那好，我们先回去休息，等晚宴的时候再喊我们。琪儿，好好跟几位前辈叙叙旧。你们几个下去吧，我有事跟他谈谈，去房间里面说吧。跟我说说你怎么认识的金堂主吧。江阁主，我能冒昧的问个问题吗？你是想问为何我们飞羽阁寻找福道天才吧？金堂主应该跟你提及过，到了八重天，帮助他做一件事情。我说的可对？还请阁主明示。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以免影响你修炼。等你达到了武神层次，我自会亲口告诉你。好吧，当我没问。你接下来怎么打算的？是跟我们去八重天，还是继续待在七重天？七重天跟八重天差距不大，我暂时不想上去。况且我这个人也不喜欢约束，我欠飞羽阁3个人情，你放心，我一定会还上。既然你已决定，我也不强求。我给你2年时间，务必突破到武神，你能做到吗？我争取吧。2年后，不管你达没达到武神，都要来到飞羽阁帮我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跟飞羽阁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自己求你。我答应你。跟我说说，你跟那几位红颜知己怎么认识的吧？这个怎么说呢？既然你不肯说，那我亲自去问他们。我就不信他们不告诉我。都进来吧。阁主，他怎么说的？暂时他不愿意离开七重天，我给他2年时间。阁主，让我去跟他说说这七重天有什么好，哪有8重天修炼快？算了，该说的我都是说了，我自有安排。这么多年我都等了，不差这2年。阁主说的没错，他现在实力太低，到了8重天也不一定是好事，一定会有人蹦出来阻挠我们做事，到时候反而会连累他，有可能比7重天还要危险，是我操之过急了。阁主，
既然您同意他留在七重天，那您怎么打算的？以他现在的处境，有些堪忧啊。我想让你跟左护法留在七重天，暗中保护他的安全。也好，这小子身上秘密太多了，留在这里正好挖掘他身上的秘密。想到伪天阶武技，我心里就痒痒啊。小千，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哎，还是你最好，什么时候都陪着我。林大哥，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还可，如此良辰美景，想要多欣赏一下，就忘记了时间。你不会是在等我们吧？既然你们都回来了，那我回去休息了。林大哥，你不会真的生我们的气吧？哼，这是给你们一个教训。琪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呢？我暂时没有危险，无情阁还有焚月谷必定投鼠忌器，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总不能一直龟缩在阮家，这样不利于我发展。关在家族确实限制你的发展，你可有长期计划？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我们反戈一击。无情阁大部分收入都是靠修炼室，我打算从这方面着手，用经济压制无情阁。哦，难道你也想搞修炼室？没错，论机关术，我现在不比无情阁弱，甚至犹过而不及。只要我们降低成本，无情阁的修炼室必定遭到打击。这个办法不错，我们阮家全力支持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收到消息，1月之后剑域开启，你想不想进去？我正要说此事，等安排好了修炼室之后，就打算出去历练。剑域我一定会去，传言里面有上古神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有没有上古神剑不知道，按照往年的经验，从剑域出来的人实力都会翻倍，特别是剑道提升好几个等级，恐怕今年会有无数人争抢涌入。因为你的万剑朝拜，让更多人参悟到了剑之奥义。